第106章历史孔戏里的影像。坐在雕像斜后方的是一个穿黑色长袍的老者，他戴着兜帽，脑袋低垂，双眼紧闭，嘴边脸上的白须又长又密，仿佛已十几年未曾修剪，让人看不清原本的模样。而克莱恩的眼里，这满脸胡须的老者比悬吊于半空的那些身影更加诡异。他的灵体之线从体内延伸而出后，并未飘向高空，汇聚往那仿佛藏着磁铁的地方，而是于深周绕了一圈，返回到了出来的位置，源头和终点合二为一。正常的灵体之线源自生灵体内，往着不同方向延伸，直至无穷远处。从上方掉下的那些身影，灵体之线的源头未变，延伸的终点却全部集中在了这古老教堂的顶部，一看就有不小问题。这就是他未被悬吊起来的原因，或者说，这是他规避教堂内部危险的办法。克莱恩一边操纵自己的灵体之线，对抗上飘的倾向，一边暗自低语，揣测着缘由。忽然，他看到了一双眼睛，眸子漆黑，仿佛无光水面的眼睛。那个坐在雕像斜后方的老者一下睁开了眼睛，他还活着。克莱恩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身体微弓起来，左掌挡在了前方。难以言喻让人心悸的静默和紧绷中，那满脸苍白胡须的老者眼眸微动，嘴巴半闭，含糊不清的开口道：终于又有占卜家来到这里了。曾经有别的占卜家途径非凡者进入这座教堂，也是除了被橡皮擦天使抹除的人会来到迷雾小镇。于神战遗迹夜晚失踪的那些生灵同样会出现于这边，里面或许就包含有几位试图在那片海域寻找美人鱼或已成功晋升准备离开的占卜家途径非凡者。克莱恩见对方没有立刻攻击自己，有交流的倾向，遂强行稳住情绪，思索着问道：为什么这样说？那黑眸白须戴着兜帽的老者没直接回应，用含糊低沉的嗓音问道：你想逃离这里吗？我可以告诉你办法。克莱恩没被打动，当即问道：那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既然知道逃离这迷雾小镇的办法，为什么还会留在这危险的教堂内？那老者半垂着脑袋，于喉咙里笑了2声。因为我早就已经死了。克莱恩背后汗毛耸立，说不出话来。他的眼中，这位老者并非魂灵形式的存在。见对面没有回应，那老者缓慢抬起脑袋，扫了格尔曼斯帕罗扮相的克莱恩一眼，道：我用特殊的非凡能力寻找到了这个世界历史和命运的孔隙，将自身影像切割出来，定格于此，维持到了现在。至于我的身体和我的灵，早就已经彻底死亡，彻底消散。这能力匪夷所思啊！克莱恩无从证实真假，只好转而问道：那你知道进入这里的占卜家怎么逃离是为了什么？那老者的嗓音依旧含糊：你开启大门后，这里的历史和命运将发生改变，我切割出来的这影像也会随之消失。到时候你会看见一罐骨灰，我只希望他们能被撒入英蒂斯首都特里尔附近的塞伦佐河里，那是我的家乡，我出生的地方。这地名你能听懂吗？我并不清楚现实世界已经过去了多久，被囚禁于这里至少100年了。克莱恩坦然回应道：他们依旧存在。很好。那老者喉咙有痰般点头道。克莱恩虽然不是太相信眼前这位，但秉持着多知道一点更有利于综合判断的想法，还是决定不浪费时间，免得又被意外打断。那我该怎么逃离？那老者依旧坐在原地，没有太明显的动作。看见这雕像后面的那扇墙壁了吗？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克莱恩其实并不想按照他的说法去做，因为之前就是这样被潘纳蒂亚那魔女诱导，看见了他不完整的神话生物形态，惨遭震慑和伤害。不过他刚才也打算审视四周，寻找线索，所以最终还是小心谨慎的移动视线，望向了石像后方的墙壁。那里会刻着一个又一个短促古拙的符号，但中间却空了一块，没能连接成型。那空白的区域有2个巴掌大小，明显往内凹陷，似乎被人挖走了表面的石砖。只要你能找到那块对应的黑曜石，将它安放于这里，就能让这面墙壁初步摆脱隐秘的状态，呈现虚幻的色彩。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一个复杂的特殊的符号，它是于墙上打开逃离之门的钥匙。满脸胡须的老者没有转头，平视前方，详细说道：复杂的特殊的符号，开门的钥匙。克莱恩听着背后随风回荡的霍纳契斯、弗雷格拉这一语声，脑海内突然冒出了一个符号，那是由众多隐秘符号组成的树眼，那是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通过感染厄运布偶传递给他的信息。
而安提戈努斯家族与霍纳奇斯山脉主峰的夜之国似乎有密切联系，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开门钥匙？克莱恩不动声色地收回目光，开口问道：之前那些占卜家为什么全部失败了？坐在雕像斜后方戴着兜帽的老者呵呵笑道：他们有的像你一样啰嗦，没来得及在红月清晰前离开这座教堂，被挂到了上面。那位给自己弄了张英俊脸孔的家伙就是，还有那位五官毫无瑕疵的小姑娘也是。克莱恩被对方调侃的险些无言，不过他也据此知道了一个情况，那就是红月清晰的时候，这座教堂内部的危险会呈几何级数上升，就连密友大师都没法再掌控住自身的灵体之线，时刻得注意光芒的变化，红月一清晰就穿墙出去。克莱恩左右张望了一眼，确定距离漆黑圣坛最近的那面外墙有6-7米远，然后于心中快速拟定了应急预案。戴兜帽的老者没有仰头看他，自顾自的继续说道：剩下那些不太走运，遇上了已失去理智只想要食物的敌人，被他们吃掉了。你知道的，占卜家途径的非凡者本来就不多，能成为密友大师的更少，由于各种原因来到这里的更是一只手都能数清。当然被吸引被引诱过来的比这多很多，可很难进入这里，都在。他没有讲完，缓慢扬起头部，望了眼古老教堂的最高处，然后含糊不清的说道：结局同样的悲惨什么意思？如果我没能偷到笔记，不得不依循这座教堂内悬挂的那些尸体发出的呓语声，攀爬霍纳奇斯山脉主峰，寻找安提戈努斯家族遗留的宝藏，是不是就属于被吸引被引诱的那些？很难进入这里，结局同样悲惨。克莱恩思绪一转，结合之前占卜看见的破败宫殿和透明蠕虫团，愈发怀疑起安提戈努斯家族所谓的宝藏是一个陷阱。他没顾得上详细询问这件事情，先行打探起更重要的信息。你知道那块黑曜石在哪里吗？那老者低笑道：他在那个绝望魔女手中。绝望魔女？原来潘纳蒂亚真是绝望魔女。克莱恩之前有这么暗中称呼过潘纳蒂亚，但这是因为他知道对方被尊称为绝望女士，并且肯定是魔女，于是将两个情况简单拼凑成了一个绰号。他没想到的是魔女途径的序列4或许真叫绝望魔女。那我很难得到那块黑曜石了，他是真正的半神。克莱恩没有掩饰自己的为难，看对方会给出什么建议。那老者摇头说道：我是一个早就已经死亡的人，能提供的帮助非常少。你进来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密友吗？对，但他已经被绝望魔女吃掉了。克莱恩看似平静的回答道。那老者半叹半笑道：我帮你从这个世界的历史里将他召唤出来吧。他话音刚落，克莱恩就看见身边线条飞快勾勒，描绘出了头戴三角帽、身穿暗红外套的血之上将塞尼奥尔，而灵体之线依旧归于自身掌控。克莱恩的眸光顿时收缩凝固，耳畔则是戴兜帽老者的补充：只能维持2刻钟，你要把握好时间。我再帮你加强一点联系，提升对密友的掌控，这样一来，你可以让密友使用自己的非凡能力，并且能和他瞬间互换位置。呵呵，操纵的距离和活着的特征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让密友使用我的非凡能力，这样一来，我不就可以利用无面人的能力，让密友变成另外一个我吗？最完美的替身。这位是占卜家途径的半神，这是鬼法师其中一个能力，敌人将永远也不知道杀掉的是不是真的鬼法师。还有从历史中召唤密友，这简直超乎想象。克莱恩脑海内一个又一个念头急速窜出，难以平复。那老者抬头看了他一眼，继续说道：给我一个纸人。克莱恩眉头微微皱起，犹豫了几秒，还是拿出一个纸人递给了对方。那老者伸出干枯的手掌，接过那纸人，随意的在上面抹了一下。克莱恩的头痛脑热和鼻塞喉胀忽然消失不见了，那张纸人则染上了斑斑红锈，飞快变脆破裂。用我的纸人帮我转移了疾病。克莱恩想了想，终于问了出口：请原谅我刚才的失礼，我该怎么称呼您？那老者没立刻回答，叹息说道：我只能提供这点帮助。他顿了顿，含糊不清的笑道：你可以叫我查拉图。第107章古神的后裔。操！这个瞬间，听到老者回答的克莱恩，满脑子都是一句粗话在回荡。除了这个，再没有别的想法能够呈现。查拉图，密修会的首领，第4纪所罗门帝国大贵族的后裔，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的上任主人，罗塞尔大帝的非凡道路领航者。占卜家途径真正的高序列，
100-200年前就已经是奇迹式的隐秘存在，被魔镜阿罗德斯认为在晋升序列1诡秘使者的过程中失控为怪物的天使。这无论哪个描述，对克莱恩来说都是目前不可承受之重。这让他既有种历史教材里的人物跳出课本，活生生走到了面前的震撼感，又觉得周围的空气似乎变成了实质，一层一层堆积到自己身上，挤压着身体，堵塞了呼吸。克莱恩曾经假想过，也许自己遭遇的一切，包括穿越，都源于查拉图的布局，怀疑他是自己最终将要面对的总 boss。而现在他遇上了，提前遇上了，我才只是个序列5啊！克莱恩忍不住在心里呐喊了一句，同时怀疑起对方是不是真的查拉图。查拉图是姓，代表第4纪所罗门帝国的大贵族，从理论上来说，这2000多年历史里应该存在多个查拉图，也许这是罗塞尔笔记中那位密修会首领的爷爷、父亲、兄弟或者子嗣。还有，他刚才说过，本身已经死去多年，而魔镜阿罗德斯和水银之蛇威尔昂塞汀都证实，作为密修会首领的查拉图还活着，只是失控成了怪物，变得极为疯狂。克莱恩先试着说服了自己，事情未必如想象的那样坏，这让他的情绪很快平复下来，有能力做更细致的思考。刚才这位查拉图表现出来的非凡能力看似不多，但每一个都超越了常理，其中与历史和命运相关的部分更是如此。他绝不只是鬼法师，甚至有序列3，甚至序列2，而一个途径天使的数量从来不多。这里与霍纳奇斯山脉主峰消失的夜之国有密切联系，而且存在可以传递至占卜家途径中低序列非凡者耳中的呓语。当初密修会首领查拉图通过罗塞尔大帝获得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后，越来越少出现，不知道在谋划什么。这是否可以认为他有根据笔记来到霍纳奇斯山脉主峰寻找安提戈努斯家族遗留的宝藏，获得了序列1诡秘使者的魔药配方和相应材料？在神秘学世界里，连续的巧合往往就意味着有问题，意味着肯定。如果真是那位查拉图，这么一个自己被分割出来，存在于迷雾小镇内，是否就是导致他最终失控疯狂的原因？至于早就已经死亡这件事情，更是有合理的解释。密修会首领查拉图自己说过，什么是奇迹？死而复生就是奇迹，而他本人早已是奇迹师。克莱恩思绪翻覆间，自称查拉图的满脸白须老者呵呵笑道，看你的反应，是认识我。克莱恩念头一转，试探着说道，我听过这个姓，我曾经见过神秘女王，从她那里知道了密修会，知道了他的首领那位老者轻轻颔首，未做肯定的回复，也没有否定。他笑了笑，含糊问道，你还需要什么帮助？帮助？克莱恩回味着对方展现过的非凡能力，犹豫了下道，您能从这个隐秘世界的历史里召唤一条来自外界的鱼吗？已经成为食物的也可以。在他看来，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要知道，曾经进入小镇的外乡人很大部分来自苏尼亚海最东面的神战遗迹，或许有些鱼被养着进入那里，既作为储备食物，又用来观察环境变化，在夜里因没有睡着而失踪，也或许哪位探索者刚吃了满满一肚子的鱼肉，就遭遇黑夜，没来得及睡着。那样一来，迷雾小镇的历史中存在来自外界的鱼肉就并非不可理解的事情。扎拉图抬起脑袋，看了格尔曼斯帕罗扮相的克莱恩两眼，短暂竟没给出答案。好几秒后，他才放平视线，嗓音含混的说道，可以。他话音刚落，血之上将塞尼奥尔手中就多了一块粉碎鱼肉粘合成的团子，只能维持3刻钟，等到结束，就像从来没有吃过一样。查拉图补了一句，竟然真的行。克莱恩愈发觉得占卜家途径高序列的能力诡异可怕，他本想说没别的事情需要帮助了，可想到查拉图是一位公认狡诈的存在，说的一切做的一切都需要打个问号，又觉得该准备点什么。念头分成间，克莱恩决定表现出一定的贪婪，让查拉图降低对自己的评价，认为可以轻松诱导。让密偶收起鱼肉后，他眼眸转动了2下，微不可闻的吸了口气道，我还需要鬼法师的魔药配方。查拉图姿态未变，沉默了几秒，呵呵笑道，没有问题，只要你愿意相信我给的是真配方，等你拿回那块黑曜石，我就将鬼法师的魔药配方连同开门的符号一起给你。哎，对我来说，这都是不需要在意的事物，只要你能将我的骨灰撒回我故乡的河流里。克莱恩安静听完，忍不住问道，您的位格肯定很高，遗留的骨灰就这么撒下去，会污染整条河流。
制造数不清怪物的查拉图闻言哈哈笑道：“很仔细，不过我的骨灰里已没有任何特异，我早就失去了它们。”说话间，他又抬起脑袋，望了古老教堂的顶端一眼，他在暗示他的非凡特性和他身体因改变而具备的特异都被最高处的磁铁吸走了。克莱恩揣测着对方的意思，追问其本身非凡途径的事情。鬼法师之后的序列三魔药叫什么？查拉图脸庞胡须微动道：“古代学者，古代学者。”虽然这听起来像是已经死去，从坟墓里挖出来的文物，但查拉图刚才反复提过历史，相应的非凡能力简直匪夷所思。克莱恩略感欣喜的再次问道：“那对应的序列零呢？”查拉图又抬起脑袋看了他一眼，然后才低笑道：“你开门逃离的时候，应该就能知道我最恨你这种人了。”说话只说一半，总是笑而不语。克莱恩顿时有了罗塞尔大帝相似的感受，遂将目光移至就在旁边的石像，转而问道：“这位是谁？”查拉图没有侧头，嗓音不够清晰的说道：“他是一位古神的后裔，一位古神的后裔，毁灭魔狼弗雷格拉的后裔。这位古神似乎掌握着黑夜的权柄，他的后裔建立了夜之国。”克莱恩还未来得及提问，就听见查拉图呵呵笑道：“他还有位兄弟，你应该不陌生。谁？”克莱恩努力回想，却找不到答案。查拉图嘿了一声，他给自己弄了个新的姓氏：安提戈努斯。安提戈努斯，夜之国，霍纳奇斯，弗雷格拉。克莱恩眼睛微亮，一下将零碎的情报们连成了一个整体。黑夜教会毁灭夜之国，很容易理解，源于对权柄的争夺。可以斩尽杀绝的姿态对付传承占卜家非凡途径的安提戈努斯家族就没什么道理了，没必要做到那种程度，毕竟能与不眠者途径互换的是死神和巨人。而且克莱恩之前一直不太理解，安提戈努斯家族为什么非得将宝藏放在霍纳奇斯山脉主峰，为什么那么信任夜之国的人。现在他总算有点明白了。克莱恩正在问，忽然看见教堂窗户处照入的绯红月华一下变得明净光亮，让悬挂在半空的尸体们拖出了一道道影子。红月清晰了，克莱恩心中一紧，没做任何思考，循着应急预案，直接抬起右手，啪的打出响指，点燃了另外一面墙壁附近远离自身的一根蜡烛。与此同时，他将怨魂塞尼奥尔附到了自己身上，猛地向前跃出，接续翻滚，来到了最近的外墙处。而这个时候，整个教堂内变得异常安静，不再有回荡的呓语。克莱恩的灵性直觉没有获得任何危险警示，但他却通过地面的影子发现，那些吊于半空的尸体纷纷往有蜡烛光芒的一侧转了过去。没有犹豫，克莱恩左掌一按，整个人直接穿透墙壁，来到了教堂外面，然后头也不敢抬的借助怨魂制造的内生动力，连滚带跃连蹦带跑的冲向了最近的那栋房屋。两者间的距离也就10来米。这个过程中，他没有听见野兽低吼般的声音，也未察觉周围有出现来来往往的身影，但是他的背部存在被密密麻麻目光注视的针刺感。也就1秒的功夫，克莱恩翻到了那栋房屋外面，双掌一按，穿了进去，然后他啪的打了个响指，远距离操纵火焰，熄灭了教堂内的烛光。短暂的静默和紧绷后，他被许许多多目光注视着的感觉消失了。紧闭的窗帘外，人影开始呈现，来来往往。第108章发挥优势。异常消失，克莱恩略微松了口气，审视起房屋内的环境，然后挑选了个有些微月光照耀，阴影不是太浓厚的地方站立，避免遭受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刚才几秒的体验，让他对窗帘外面隐约可见的身影和野兽低吼般的声音有了某种猜测。他们就是之前悬挂在教堂内部，发出霍纳奇斯、弗雷格拉一语声的那些尸体。克莱恩穿墙离开教堂的时候，从高处掉下的他们全部转向了那根点燃的蜡烛，街上则没有出现来来往往的身影。等到克莱恩远程操纵火焰，熄灭了烛光，一切就和上次一样了。当红月清晰，灵性增强，教堂顶端的那个磁铁对迷雾世界小镇的影响会加深，可以操纵那些尸体来回行走，伪装出正常的样子。如果真是这样，光芒吸引的也许是操纵者的注意，这种情况下，没及时熄灭火焰，被锁定了来源，那可能会发生极为恐怖的事情。不能仗着可以操纵火焰，频繁的转移那些身影的视线。克莱恩自我提醒了一句，转而用没关闭的灵体支线视觉，
打量起餐桌上的面包、土豆炖牛肉和深红色葡萄酒，他怀疑这里的食物属于教堂顶端那个磁铁的一部分。若是摄入体内，灵体之线会遭受污染，不可阻止的飘往教堂。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吃掉这里的食物会凭空蒸发，因为都去教堂内部悬吊风干了。而等到红月清晰，则可以出来走动，符合 A 先生对消失的人会在明亮月光下重新出现的描述。一眼望去，克莱恩发现那些食物就像活着的生灵一样，有灵体之线从内部长出，延伸往古老教堂所在的方向。它们最特殊的一点是，各自只有一根灵体之线，与正常生灵的密密麻麻数之不清有明显区别。果然，和我推测的差不多。想法得到初步证实的克莱恩将视线收回，思考起等会怎么对付绝望魔女潘纳蒂亚的问题。他的身旁，戴陈旧三角帽、穿暗红外套的怨魂塞尼奥尔一下浮现了出来。这密友骨骼发响，脸部蠕动，很快就变成了格尔曼斯帕罗的样子。这是密友在使用无面人的能力。克莱恩端详了替身一会，发现还有一些瑕疵，那就是衣物无法变换，而如果用幻术遮掩，瞒不过半神层次的绝望魔女，就连 A 先生都未必会上当。略作考虑，他让格尔曼斯帕罗外形的怨魂塞尼奥尔脱下了衣物，自己也除去了神职人员黑袍，两者互换起服装。穿衣戴帽的过程中，克莱恩的表情一点点变得古怪，因为之前2个月里，密友始终这么一身。去过下水道，承受过爆炸，各种味道混杂，不是那么好闻。哎，现在受的罪都是过去偷懒种下的孽。克莱恩无声叹息了一句，完成了改扮，化身为海盗船长形象的格尔曼斯帕罗。此时，怨魂塞尼奥尔也换上了黑色的神职人员长袍，气息灵动，不再阴冷，与活人毫无区别。克莱恩斟酌了一下，又取掉蠕动的饥饿，让血之上将带到左掌。这样一来，那密友就是标准的格尔曼斯帕罗了。做戏得做足全套，而且蠕动的饥饿如果在这个过程里反噬，吃的也是密友，呵呵，等到时效结束，他会不会有被骗的感觉？就和吃了安慰剂一样。克莱恩一边让怨魂塞尼奥尔适应状态，并拿走鱼肉等物品，一边认真的制定起方案。靠这么一个能使用我非凡能力的密友，不说打败绝望魔女，仅是从他身上窃走那块黑曜石都几乎不可能。他可是货真价实的半神。即使依靠这极有欺骗性的密友获得了战术上的成功，比如让他吸引注意力，我完成突如其来的偷袭，同时不停互换位置，让潘纳蒂亚受到迷惑，难以准确判断，也无法弥补本身层次和实力上的劣势，达不到战略目的。可以考虑让密友近身缠斗，尝试操纵潘纳蒂亚的灵体之线。他已经是尸体，不会再受到疾病瘟疫的影响，在这方面可以出其不意。2个问题：一、绝望魔女制造的神秘学病毒和细菌越来越强，越来越厉害后，有没有可能影响到活尸？2、她是否还有别的我不知道的非凡能力？这大概率有。先在心里列个表，写一写我占据优势或者与绝望魔女处于同一水平线的地方，看能有什么启示。可以伪装成自己，使用本身非凡能力的密友算是半神层次，瞬间互换位置也是，除了他们就没有了。考虑到绝望魔女目前的状态，我似乎还有另外一个比她强的地方。她处于半疯状态，理智时有时无，做事相当偏激，容易被本能驱使。虽然她依旧善于教唆和诱导，但这属于捕猎的本能。而我状态正常，智力还未出现问题，思考和分析能力依旧在线。难道这一次我要以智商取胜？克莱恩灵光一闪，逐渐有了新的思路和方案。我为什么要现在就和绝望魔女潘纳蒂亚打生打死？她肯定同样渴望逃离迷雾小镇，在她的心底，这属于胜过进食的本能。而且她现在还保着，我完全可以试着和她合作啊。她提供那块黑曜石，我描绘那个特殊又隐秘的符号，凑齐开门的条件。而且我对那个扎拉图并不放心，谁知道他有没有心怀歹意，暗藏阴谋，将绝望魔女引入，可以有效将局面弄混，一定程度上牵制住他。合作属于文戏，不是武戏，一个半神层次的完美替身能发挥的作用绝对比直接战斗大，这等于我2方面优势的综合。克莱恩迅速做出了决断，一边琢磨合作谈判的细节，一边耐心等待起红月重归迷雾。过了一阵，
穿透深色窗帘的绯红月光终于暗淡了下来。克莱恩当即让密友穿墙开门，远离了自身躲藏的房屋。然后，格尔曼斯帕罗模样的怨魂塞尼奥尔走到了街上，向漆黑教堂行去。也就是10来秒的功夫，操纵密友的克莱恩发现塞尼奥尔受到了疾病的浸染。这对王者来说没有任何效果，但克莱恩却隐约预见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疾病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奇诡，甚至能直接影响身体的神经和灵性。这会导致活尸的动作变得僵硬呆板，到了最后，也许膝盖都无法弯曲，必须一跳一跳才能行动。还好我没选择密友操纵灵体之线的方案。克莱恩立刻让怨魂塞尼奥尔高声说道：“我在教堂内待了一阵，我没有死，我找到了逃离这里的办法。”说完这段话，格尔曼斯帕罗吸了吸鼻子，似乎受体质下降的影响，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越来越弱了。而这个时候，身穿纯白长袍的绝望魔女潘纳蒂亚突兀地浮现于教堂门口，头发已重新挽起，表面干净而整洁。她略显疯狂的美丽眼眸望着格尔曼斯帕罗，从衣物内侧拿出了一块深邃奇异的黑曜石。这黑曜石的轮廓与教堂雕像后方墙壁上的凹陷完全一致。需要它？潘纳蒂亚平静问道。克莱恩发现绝望魔女已收起了瘟疫和疾病，忙让怨魂塞尼奥尔微微点头道：“是的，只要将它放在教堂内部正确的位置，再配合一个特殊的符号，就能打开一扇逃离这里的门。我知道，对你来说，教堂的内部很危险，但这主要集中于灵体之线上。而我是密友大师，可以操纵灵体之线，让你避免被悬吊起来的命运。”绝望魔女潘纳蒂亚沉默了几秒，嘴角上翘，笑容明艳的反问道：“然后我就变成了你的密友，或者你会在关键时刻放弃帮助我，让我成为在月下徘徊的身影？”克莱恩早有准备，当即让密友诚恳说道：“我该怎么样才能让你放心？”潘纳蒂亚没立刻回应，仔细思考了一阵道：“给我你的头发和血肉。”魔女擅长的诅咒，用塞尼奥尔的头发和血肉诅咒格尔曼斯帕罗。要是能成功，算我输。克莱恩心中一定的同时，让密友表现得很为难。那你不是随时可以杀掉我吗？绝望魔女潘纳蒂亚微笑回应道：“你可以在进入教堂的时候才将头发和血肉给我。到了里面，如果我有诅咒你的迹象，你就放弃操纵我的灵体之线。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我有出现一点异常，就会立刻诅咒你。等打开逃离之门，我先走，而与此同时，我会把血肉和头发还给你。”格尔曼斯帕罗斟酌了许久，与绝望魔女讨论了下细节性的东西，终于点头道：“好，就这么做。”潘纳蒂亚正要开口，眼睛突然眯起，缓慢说道：“不知为什么，我还是有点不放心。”第109章互相牵制。可怕的直觉，明明没有发现眼前的格尔曼斯帕罗只是替身，却依然认为有不对。躲在远处房屋内的克莱恩于心中嘶了一声，脑海思绪急转，迅速有了应对的策略。他操纵怨魂塞尼奥尔，让这密友嗓音低沉的说道：“我也有点不放心。开门之后，如果是你先走，那我出去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在外面埋伏我，甚至不用埋伏，等着就行。我认为应该我先出去，而在此之前，你需要把我的血肉和头发还给我。到时候，你可以离门近一点，这样一来，你有足够的时间在灵体之线飘到教堂顶端前通过那逃离之门。”绝望魔女潘纳蒂亚沉默听完，反问道：“那我该怎么防备你出去之后破坏掉逃离之门？”这也是我的问题。格尔曼斯帕罗模样的密友毫不示弱的回应道：“等我拿到那个特殊的符号，会展示给你看，那样即使我关闭了逃离之门，你也能重新开启。”潘纳蒂亚又闭上了嘴巴，仿佛在思考细节，但是他整个人显得有点暴躁，难以平静下来，似乎被大量的疯狂倾向冲塞了心灵。过了10来秒，他才再次开口：“我感觉纯粹的诅咒不一定能伤害到你，占卜家们不缺乏办法来规避伤害，就像你之前用过的纸人替身一样，真是一点漏洞都不留啊。还好，你面前的这个人整体都是假的。”克莱恩一边腹诽，一边让怨魂塞尼奥尔从衣物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又一张纸人，并当着绝望魔女的面将它们全部烧毁。我无法确定你还有没有隐藏一张。潘纳蒂亚依旧有些神经质的怀疑道。格尔曼斯帕罗没有表情的扯了扯嘴角道：“你可以占卜啊，女巫不是很擅长这个吗？”潘纳蒂亚有些不耐烦的笑道：“这里无法沟通灵界，而我的灵性，
他没有将话说完，眼神变得颇为危险。克莱恩很清楚绝望魔女的意思，知道她的灵性因这半年的禁食受到了污染，有些混乱，有些疯狂，无法再给出足够可靠的回答，尤其面对的还是最擅长占卜的非凡者。两人僵在了那里，一时无法解决怎么达成信任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左侧的屋顶处有嘶哑含糊的声音传出：我可以帮你们见证。格尔曼斯帕罗和潘纳蒂亚同时转过脑袋，望了过去，只见 A 先生从阴影里长了出来，戴兜帽的长袍血红一片。怎么见证？克莱恩让怨魂塞尼奥尔问道。A 先生拉了下兜帽，低沉笑道：我使用血肉魔法，钻进你的体内，监控你的状态。一旦你不再操纵灵体之线或者想用纸人替身，立刻给出警示或尝试阻止。等到你们说的那扇逃离之门开启，我再脱离你的身体，在灵体之线被影响前进入门内。你当格尔曼斯帕罗是傻子吗？克莱恩让密欧勾了勾嘴角道：据我所知，蔷薇主教确实能躲到别人体内，可钻出来的时候，宿主会当场身亡。不用那种方式是为了规避探查，所以必须和宿主的血肉融合，而这次没有必要。我会安静的待在你的胃袋里。A 先生相当详细的解释了一句：不是我的胃袋，是密欧塞尼奥尔的胃袋。克莱恩让格尔曼斯帕罗拿出枚金币，装模作样的尝试起占卜。这疯狂冒险家嘴里低语不断，手指缝隙中金币开始跳跃。铮的一声，那枚金币飞上了半空，又落至掌心。格尔曼斯帕罗仔细瞄了一眼道：看来没有说谎，不过你得在我将那个特殊符号展示给绝望女士前离开我的身体，否则格尔曼斯帕罗很可能被两人合作谋杀。如果潘纳蒂亚拿到了开门符号，又掌握着那块黑曜石，而时间较为充裕，不需要担心灵体之线一变，那他完全可以不用格尔曼斯帕罗帮忙。A 先生的存在则会阻止纸人替身的使用。A 先生若提前出来，格尔曼斯帕罗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心了，甚至不用害怕知晓了开门符号的潘纳蒂亚会翻脸。到时候他可以依靠纸人替身躲开必死的命运，而潘纳蒂亚不会于教堂内追杀，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必将被悬吊起来，他必须抓住机会立刻逃离。另一方面，黑曜石石板无法带走，格尔曼斯帕罗也就有后续逃离的可能。虽然这个方案在细节上还有些瑕疵，但相当全面的考虑到了三方的处境。绝望魔女潘纳蒂亚抬手抓了下鬓角滑落的发丝，忽然又问道：如果我先逃出去，你不害怕被埋伏吗？这也是之前格尔曼斯帕罗担心的问题。克莱恩当即让密欧微翘嘴角道：害怕，但我还有一些逃跑的办法，可以赌一把。潘纳蒂亚烦躁的踱了两步，终于开口道：那就这么办。下定决心后，他笑容变得极为舒展道：你真是一个特殊的男人，让我看到希望的男人。等离开这里，如果你不害怕，我不介意让你体验什么叫极致的欢愉。格尔曼斯帕罗费力的移开眼睛，侧头望向 A 先生道：我没有问题了。风声乍起， A 先生飞了下来，落于格尔曼斯帕罗不远处，他的身体连同衣物飞快融化，变成了一团粘稠的血肉。紧接着，那血肉不断重叠，不断压缩，化为一条手臂粗细的小溪，流淌向了格尔曼斯帕罗。远处房屋内，克莱恩略感恶心的干呕了一下，然后让格尔曼斯帕罗张开了嘴巴。血肉小溪随即攀爬上了密欧的身体，一路钻进了他的口中。那略温但滑腻的感觉通过食道进入了胃袋，沉甸甸的。不过 A 先生的血肉有在帮忙拖着胃袋，让他不至于太下垂。克莱恩检查了下密欧，让他抬头望了眼半空被迷雾遮挡的红月，对绝望魔女潘纳蒂亚道：现在就开始吧。好，早就无法忍耐内心冲动的潘纳蒂亚迫不及待地走向了教堂门口。克莱恩让格尔曼斯帕罗跟随在旁边，先是随手拔了把头发，然后让手臂皮肤长出了2根肉芽，并直接扯了下来，扯得鲜血淋漓。如果有非常熟悉我的人在这里，肯定会发现问题，因为我做不到那么果断地伤害自己的身体。疯狂冒险家格尔曼斯帕罗在别人的眼里应该是可以轻松完成类似事情的。克莱恩一边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一边与密欧跨过古老教堂扮演的大门时，让他将手里的头发和血肉交给了绝望魔女潘纳蒂亚。潘纳蒂亚放慢脚步，拿出一个巴掌大小的丑陋木偶，将血肉涂抹了上去，把头发缠绕于那细细的颈上。他单手拿着诅咒木偶，终于越过了教堂的大门，
克莱恩当即让格尔曼斯帕罗操纵起双方的灵体之线，至于 A 先生的，因为和密欧有些重叠，不用那么麻烦。啊，我都能办到，以查拉图表现出来的能力，他完全可以帮不是占卜家途径的非凡者解决在教堂内部灵体之线一失去控制的问题。这样一来，只要他想办法让绝望魔女进来，早就可以开门了。他为什么不这么做？他无法与教堂外部沟通，甚至使用力量也得局限于那座漆黑圣坛附近，所以不是密偶大师及以上的占卜家途径非凡者，根本走不到他的面前。克莱恩借助密偶的感官，在远处分析着情况，而教堂内部那些尸体依旧悬吊在半空，脑袋低垂，眼睛翻白，于时不时吹过的风里轻轻摇晃，发出霍纳奇斯、弗雷格拉的一语声。绝望魔女潘纳蒂亚看到这一幕，身体顿时有些僵硬，但很快就调整了过来，和格尔曼斯帕罗一起行于那些悬吊者的俯视中。没用多久，他们看见了漆黑的圣坛和古神后裔的雕像。查拉图依旧坐在石像的斜后方，戴着兜帽，满脸白须。等到格尔曼斯帕罗和潘纳蒂亚靠近，他才缓慢抬头，呵呵笑道：“很好，占卜家途径的非凡者就要懂得使用自己的脑子，而不是总想着战斗。”他似乎已预见到格尔曼斯帕罗的纸人会近乎全毁，直接伸出干枯的手掌，往前方一抓，抓出了一张黄褐色的羊皮纸，一根沾满墨水的羽毛笔和一瓶墨水。这看得绝望魔女潘纳蒂亚忍不住动了下眉毛。查拉图拿起羽毛笔，刷刷在羊皮纸上书写出文字和符号，然后卷了起来，递给格尔曼斯帕罗。那个开门符号以及你要的鬼法师魔药配方，他们只能维持3刻钟，无法拿到外界。克莱恩避着绝望魔女，展开羊皮纸，让魔药配方和开门符号同时映入了眼帘。突然，他目光缩了一下，有所凝固。那个开门符号和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借助厄运布偶提供的复杂符号大体一致，是一个由诸多神秘花纹和隐秘象征组成的树眼。但是，两者在细节上有一点差别，一个弯月花纹和一个折线标志互换了位置。第110章门后。这个瞬间，克莱恩脑海内浮现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扎拉图果然有阴谋。紧接着，他非常庆幸自己预先从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那里得到了正确的开门符号，此时心有底气，不至于慌乱无措。查拉图让手中的羽毛笔和墨水瓶回到了历史中，抬起脑袋，扫了格尔曼斯帕罗和绝望魔女潘纳蒂亚一眼，叹息说道：“所有的条件都已经齐备，你们可以去打开逃离之门了。”说到这里，他目光定格于格尔曼斯帕罗的脸上，呵呵笑道：“不要忘记拿走我的骨灰罐。”他话音刚落，整个身体突然裂成了数不清的细小光点，向着四周扩散，融入了虚空之中，似乎早就已经腐朽，已经成灰。而他坐的地方留下了一个稀白的罐子，表面花纹古朴，没什么特异。克莱恩让格尔曼斯帕罗上前2步，弯腰拾起了这个锡罐，只觉沉甸甸的，不像假物。他用拿着羊皮纸的手打开罐盖，看见里面全是灰白色的粉尘和颗粒，毫无光点闪烁。真的只是普通的骨灰？那又是谁帮查拉图做的火化？自己火葬自己？格尔曼斯帕罗合上盖子后，随意的用拿着羊皮纸的手从衣物口袋里掏出了一块肉团，塞入口中，吞进胃袋。绝望魔女潘纳蒂亚注意到了他这个行为，眼睛微眯的扫了过来，仿佛在询问你想做什么。克莱恩3两下将肉团弄进了密友的嘴巴里，故意调整了下呼吸道：“有点紧张。”不知道这开门符号有没有用。潘纳蒂亚以确认对方吃的是普通的鱼肉，就是看起来较为恶心，而半疯状态下的他没耐心去做更多的分辨，遂移开视线，望向那个骨灰罐，未雨先笑道：“如果没用，我们可以分享它。我每天只用1勺，可以支撑很久。”这魔女的精神状态真的不太正常了。克莱恩暗自感慨了一声，越过疑似天之母亲的橡皮擦天使雕像，走到了后面那堵墙壁前，然后他侧过身，指着凹陷处，对绝望魔女潘纳蒂亚道：“将那块黑曜石石板镶嵌进去。”潘纳蒂亚笑容明媚，眼眸冷淡的说道：“先将那个开门符号给我看。”“没必要这么提防我啊，如果我真要害你，这一刻会直接放弃密偶，而你们根本来不及逃出这座教堂，肯定会被悬吊起来，到时候我再慢悠悠进入，捡起黑曜石石板，一样能开门离开。不过查拉图给的这个符号真的有点问题，还是得找人一起承担。”克莱恩念头一转，让
让格尔曼斯帕罗抬起手掌，拍了拍胃部，并张开了嘴巴。一团模糊的血肉飞快涌了出来，源源不断的往前堆砌，变成了漂亮如同女性的 A 先生。看到这一幕，格尔曼斯帕罗将羊皮纸一抖，展了开来。那特殊符号和鬼法师的魔药配方一起，同时映入了绝望魔女潘纳蒂亚和 A 先生的眼帘。潘纳蒂亚眼珠微转，忽地嫣然笑道：“你去开门，你先出去。”他确定格尔曼斯帕罗此时还在帮自身操纵灵体之线，所以还有充裕的时间等待。说话间，他把那个沾染有血污缠绕着发丝的丑陋木偶丢给了对方。他也怕有意外啊。克莱恩一边让格尔曼斯帕罗接过木偶，一边看着绝望魔女上前几步，将黑曜石石板放入了那个凹陷处，两者严丝合缝，没有一点多余。那扇墙壁迅速发出光亮，渐渐变得透明，能看见外面铺着的石板，有破洞的墙壁和半空漂浮的云气。随着绝望魔女潘纳蒂亚退到一旁，格尔曼斯帕罗将木偶、羊皮纸和骨灰罐都交给左手拿住，伸出右掌，并指成笔，在那透明的墙壁上描绘起那个由诸多隐秘符号组成的树眼。这个过程中，克莱恩内心颇为犹豫，不知该画扎拉图那个符号，还是安提戈努斯家族那个。虽然他刚才就在想查拉图有问题有阴谋，但沉静下来后又觉得这太过小瞧了这位大人物。如果查拉图单纯为了害自己害这里所有人，他不提开门之事，耐心等待下去就能达成目的。再加上克莱恩的灰雾气息于这个迷雾小镇被彻底屏蔽，他实在想不出扎拉图有针对自己的可能性，所以他最后的判断是查拉图根本目的还是哄人开门。这能让他获得些什么，或者摆脱些什么，至于开门之后有没有危险，就不在他考虑之中。如果倾倒骨灰这件事情是真的较为重要，那出去之后应该相对安全，反之则充满危险。也就是说，查拉图这个开门符号是正确的，且不会带来什么危险的可能性是 50%。 而另外一边，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也并不是那么良善。克莱恩从自己在灰雾之上占卜看见的画面，从查拉图的话语里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从外界的查拉图已失控疯掉的情况，可以初步判断霍纳奇斯山脉主峰的安提戈努斯家族宝藏很可能是诱饵极为美味的陷阱。那么笔记提供的那个复杂图案有没有暗藏问题值得商榷？左是虎，右是狼，极限2选1。还有安提戈努斯家族那个符号是进入宝藏的，不代表可以借此离开。克莱恩思考的同时，手中的描绘没有停止，眼见就要到最后不太一样的部分了。这时他瞄了潘纳蒂亚一眼，发现这位魔女眼中光彩明亮，嘴角含笑，给人一种有点冲动跃跃欲试的感觉。如果他状态正常，作为一名资深教唆者，应该能控制得住自己的表情。而且他刚才也看了开门符号。克莱恩心中一动，让密偶在收尾部分依循起查拉图给的那个。很快，那复杂的树眼描绘完毕，一道道纯净的光芒随之覆盖于上，沿着纹路游走，最终汇聚在了一起。光芒大亮之中，一道虚幻的充满隐秘感的对开之门浮现于墙上，因格尔曼斯帕罗的推动，向着后面缓缓敞开。门后是刚才看见的古老石板和破洞墙壁，一切都很安静，没有一点异常。就在这个时候，绝望魔女潘纳蒂亚的身影突然破碎，化成了一块块镜片。与此同时，这身穿纯白长袍的明艳女子出现在了格尔曼斯帕罗的身前，一步通过了逃离之门，而她的手中多了个丑陋的木偶，表面涂抹血肉，脖子缠绕发丝。至于格尔曼斯帕罗掌中那个，豁然退化为一块玻璃碎片。在镜面幻术上，绝望魔女胜过克莱恩不知道多少倍。潘纳蒂亚抢先通过大门后，半转过身体，对着格尔曼斯帕罗露出疯狂与戏谑并存的笑容，掌心黑焰蹿起，一下点燃了那个木偶。这一刻，他仿佛在说：绝望吧，在希望来临的时候，陷入最深的绝望吧。克莱恩则发现，这次的诅咒竟无法用纸人替身转移或分担。潘纳蒂亚当即转过了身体，准备抓紧时间远离这迷雾小镇，远离这古老教堂，害怕出现意外。这时他的眼眸突然凝固了，他的身体接连破碎，化作一面又一面镜子，可却无法离开逃离之门超过10米。也就是1-2秒钟的功夫，潘纳蒂亚发出了尖利的叫声，一根根无形的细线和粗黑的头发随之倒卷，将他缠绕于内，
外面则覆盖黑夜，凝结坚冰，一层又一层。忽然间，这所有都瓦解了。绝望魔女潘纳蒂亚的目光中透出了明显的、浓浓的绝望和后悔。她的表情迅速变得呆板，脖子处像是被无形之手提着，整个人升向了半空，悬挂于那里，眼睛一点点翻白，外貌依旧明艳。逃离之门这边，格尔曼斯帕罗的身体已被黑焰笼罩，蜡烛一样滴答融化，而本待飞入光门的 A 先生莫名干呕，吐出了一个又一个鲜艳的蘑菇，他的体表更多的蘑菇如雨后春笋般密密麻麻长出。格尔曼斯帕罗还未彻底失去的视线中，光门之后的影像拉近，出现了一个空荡的大厅。不，那一点也不空荡，那里半空垂挂着更多的尸体，他们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穿着或精致，或华丽，或古老，或随意。这些尸体和教堂内部的悬吊者一起，同时往上浮了起来，他们密密麻麻，来来往往，仿佛在上演一场盛大的歌剧，准确反映出一个小镇所有生态和细节的歌剧。克莱恩看见这些悬吊者的背后都有着一根透明的滑腻的触手，上面花纹复杂，隐秘内藏，似乎可以让人发疯。这无数根触手全部往大厅深处延伸而去，那里有一张古老的巨大的石质座椅，表面镶嵌着暗淡的黄金和宝石。克莱恩精神一紧，毫不犹豫就闭上了眼睛，断开了与密友的联系。他的脑海里随之浮现出了之前占卜看见的画面，无数透明的蛆虫抱成一团，坐在那巨大座椅上，缓慢蠕动，肆意生长，蔓延出一根根近乎无形的触手。而密友视觉定格的最后那幅场景里，那古老座椅的底部有一张塔罗牌静静躺着，它表面同样是罗塞尔，这位大帝戴着华丽的头饰，穿着五彩的衣物，扛着挂有行李的手杖，似乎正要远行。他表情充满憧憬，旁边跟了一条小狗，最上角则有璀璨星辉勾勒文字：序列0，愚者。